同志们，谁懂啊？之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啊，韩国挣钱中国化，首尔挣钱上海化。就在白宫刚刚寄出一个245%关税核弹的时候啊，连美国人也被炸醒了，纷纷开启了美国挣钱中国化，纽约挣钱上海化。在美国是工作，在中国是生活的正确姿势。同志们，你们能想象吗？特朗普挥着245%的关税大棒砸向中国的时候，结果中国屌事儿没有，反而把自家美国消费者给砸得集体叛变了。美国博主在 TikTok 纷纷展示着中国电商购物的成果，真是9个压路机坏了一个8个压路。现在全美年轻人都在疯狂下载中国 APP， 有人甚至拖着空行李箱来中国扫货，义乌小商品成了纽约潮人标配。深圳华强北的3C 产品在洛杉矶卖断了货。这场关税大战怎么打成了中国电商的逆袭战？敦煌网下载量暴增800%，淘宝美国用户激增300%。今天这条视频我会带你们看清3个真相：美国老百姓为啥哭着走私鸡蛋？中国网红怎么用 TikTok 反杀白宫？还有最关键的，这场关税战到底谁会先跪？2018年开始特朗普先加25%关税，今年用芬太尼借口加20%，再叠加125%对等关税，3张牌一起甩，245%，吓死了个人。但你仔细看这就像把3年前的热饭加热再卖一遍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菜。美国企业的黑色幽默波音34架飞机订单被取消，每架多付4000万关税。知道现在美国航空公司有多绝望？他们宁愿买2手空客，也不敢碰波音新机，因为这波关税直接让每架787贵出了2架737的钱。你就说炸不炸？再来看看痛点，关税核爆下的美国消费难民潮，这波干下来，谁在流行，谁又在狂欢？第一，美国本土企业的猝死危机。美国中小企业对华依赖度超60%。当特朗普把关税拉到了245%，美国小老板们彻底疯了。关税直接导致34%的企业库存积压。母婴品牌老板贝瑟的3万美元中国货，关税直接飙到23万。他直接说这是政策猝死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阵痛。再看普通老百姓，80美元只够买3天的菜。鸡蛋价格3年暴涨600%。洛杉矶的玛丽表示，他现在跨过边境去墨西哥买鸡蛋。这省下的钱都够给孙子交钢琴课的学费。苹果手机的成本暴增100美元。特斯拉上海工厂紧急扩产。苹果的库克嘴上骂着关税，身体却很诚实。iPhone 19的摄像头模块全改越南产。结果这良品率暴跌30%，最后还是得求中国代工厂擦屁股。顺道看看3800万粉丝网红iShowSpeed的中国河南行，这个老外直播少林武僧一拳劈砖。结果美国网友全程都盯着背景，你们看到路边扫码支付比纽约刷卡还快，这数据啪啪打脸。从义乌发货到美国，反而比洛杉矶本地的生产快3天交付。知道为啥美国网红集体破防吗？他们拍中国高铁说迟早要脱轨，结果自己网购的关税站应援 T 恤，物流信息显示是从义乌7天直达的纽约。佐治亚州的红脖子大叔刷着刷着就下单中国产 MAGA 帽子，因为即使加上了关税还是比沃尔玛便宜1半。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贴上美国商标，价格翻5倍，而且现在的关税再加码。纽约白领买条深圳产的瑜伽裤，价格比飞中国的机票还贵。同样商品中国直购价低30%至50%，245%的关税还推高了医疗设备的价格30%。ICU 床位费暴涨。亚利桑那的汤姆大叔做心脏支架，因为关税多付了2万美元。他儿子在网上众筹的时候说这钱够买辆特斯拉。德国人一边骂美国关税疯了吧，一边跟中国签1000欧元电池订单。默克尔看了都点赞。当初喊 MAGA 最响的红脖子现在举着特朗普背叛农民的牌子，因为如果中国不买他们的大豆他们的仓库堆到3年都卖不完。第二，全球供应链的多米诺崩塌。
特斯拉上海工厂停建，墨西哥仓库租金暴涨3倍。这场关税风暴让全球企业集体玩起了供应链大逃杀，但中国玩家却找到了新的副本。一起来看看中国电商的3把屠龙刀，关税风暴里的生存艺术。第一刀，绕过中间商的源头革命。TikTok 工厂直拍视频火爆全美 ，Cookie 代工厂在线卖包，价格只要专卖店1/10。中国的商家直接把奢侈品的底裤扒给了老外看，正宗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关税再高也能打。第二刀，物流黑科技的关税防火墙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再教你一个致富小妙招，这245%关税算什么？中国卖家早就玩透了。现在的大聪明卖家们都把零件运到蒂华纳保税区组装，贴个墨西哥制造，关税直接归零。他白宫筑墙，我们翻墙。这一顿操作把关税直接暴降60%。蒂华纳还有更狠的包裹拆弹术，把$100的耳机拆成5个$20的零件报关，税费立减76%。再看第三刀品牌升级的高维打击。安克充电器凭什么敢比苹果贵？传音手机怎么在非洲干翻3星？中国制造正在上演屠龙少年终成巨龙的戏码，用 UL 认证碳足迹标签 ，AI 科技把廉价货标签撕了个粉碎。未来战争起势了，看懂这场商战的人已经提前布局。马云早就预言，危机里藏着最大的商机。现在看懂这3大趋势的人，已经在抢滩下一个10年。趋势1：跨境电商4.0公式，动态公式浮现新利润，技术溢价乘以认证壁垒，区域红利乘以合规系数，关税成本乘以政策波动，含在拼价格，珠海蓝牙耳机叠加 AI 翻译功能，利润率从5%暴增至22%。绍兴的衬衫印上减碳200克标志，溢价40%，照样卖爆。这趋势2：全球消费平权运动。当美国大学生用淘宝买汉服，非洲部落用拼多多定制手机，这场由关税倒逼的消费革命正在重塑地球村规则。下一个万亿市场藏在懂本土化密码的人手里。再看趋势3：政策高墙上的中国梯。这特朗普越会修墙，中国商家就越会翻墙。从 RCEP 红利吃到中东斋月流量，从保税区执法玩到独立站 DTC， 这波泼天的富贵接得住的人早已布好了3局棋。所以兄弟们，白宫以为加税能锁死中国，却没想到我们用 TikTok 直播拆墙，用稀土卡脖子。白宫以为加税能锁死中国，却没想到我们用 TikTok 直播拆墙，用稀土卡脖子，用供应链教他们做人。这场战争的最后谁会赢？在评论区扣1赌美国认怂，扣2赌中国反杀。24小时后我来揭晓终极答案。明天同一时间带你直击深圳那家让白宫颤抖的神秘公司。关注我，带你站在巨人的关税墙上，收割全球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，点赞订阅，下期再见。